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闻思修行啊，然后成佛以后啊，度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听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课，接着这个昨天的这个课啊，继续讲啊。那么我们昨天呢，这个三个殊胜啊当中，就讲了第一个啊，发心殊胜啊，发心殊胜，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就像我们昨天啊讲的一样，这个发心是特别特别重要。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包括时间的啊，包括这个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啊这些事情呢、工作呀这些做这些工作，这个动作啊，这个动机也是特别的重要啊。这个事情的好与不好啊，善与恶啊，都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来确定它的本质和的善和这个恶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呢，那更加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修行的这个发心啊是特别的重要。但是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啊。那么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去修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出离心啊和菩提心啊，这个特别重要。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三个殊胜啊当中的第二个这个殊胜啊，第二个殊胜。那第二个殊胜是什么呢？第二个殊胜就是这个证悟啊，证悟空心啊，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啊。那么证悟空心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个殊胜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三个殊胜呢，不就是像前心啊、外前心啊、内前心啊，还有任何一个山啊，心山都不是需要这个三个殊胜吗？那么怎么讲空？为什么是讲空心呢？因为这个佛教的尤其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呢，它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守戒持戒、忍辱布施等等六度、无戒、三归这所有都是不能有执着的不能有执着的，必须要在精通如幻如梦的境界当中持戒如幻如梦的境界当中打坐修行，如幻如梦的境界当中不是忍辱，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对比如说我们有出离心、有菩提心都有了但是还没有证悟空心然后呢，我们对任何这个比如说六度无戒这些善我们对这些善对这些心善包括这个闻思修行有执着的话，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出离心跟菩提心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没有的，这个必须要有的。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这个解决的方法比如说除了这个菩提心呢，它可以分两种菩提心一个就是叫做圣意菩提心，另外一个叫做世俗菩提心。那么世俗菩提心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内家心的时候，在五家心当中有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这个就是世俗菩提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但是另外一个菩提心叫做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证悟空心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叫做用另外一个名字来描述的话，那这叫做
叫什么呢？叫做圣意菩提心啊，圣意菩提心，明心见性就是圣意菩提心。但是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它是一种证悟啊，它是证悟。我们昨天讲的这种菩提心呢，跟这种菩提心呢，它是两回事啊，不是那种菩提心，就是圣意菩提心，就是证悟的智慧。如果没有这种证悟的智慧啊，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行善啊，包括这个持戒、忍辱、闻思、修行、烧香、拜佛啊，那我们对这些所有的这个善啊都有执着，都有了执着，然后如果有执着的话，那我们最后的一种无明、愚昧啊还没有放下。还没有放下，那么这个没有放下的话哪怕就是一个很小，像芝麻像一粒芝麻这么大小的这个执着，也阻碍解脱这个是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也会阻碍佛这个解脱的所以我们出离心跟菩提心虽然是非常好的基础，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唯一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呀，最后还是需要一个这个证悟的智慧，证悟空性的智慧，证悟空性的智慧，有了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以后呢，那我们可以入幻入蒙的这个境界当中去持戒、忍辱修禅定都可以这样子。这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对我自己没有执着然后呢，对这个世界对这些世俗的东西不但是没有执着，而且连这个修心闻思这些都没有执着了，这个没有执着，这时候呢，就是精通了精通了空性明心见性你在明心见性的这个状态下然后行善这个就是这个是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最理想的状态最顶级的这个行善这叫做这个福慧双运福慧双运，慧就是证悟空性的这就是二资粮当中慧就是这个慧资粮证悟空性就叫做慧资粮然后呢，世俗菩提心跟出离心这些呢叫做父资粮父资粮然后这个父和慧当我们成佛的时候，这个慧资粮让我们成就法身佛的法身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证悟这个意思然后父资粮呢让我们成就佛的报身和化身佛的这个化身，这样子以后呢，法身是佛的这个本心色身就是报身和这个化身都叫做色身报身和化身然后这个是以父资粮来这个成就那么我们现在福慧双运以后成佛的时候呢即使证悟空性，获得法身的果位，同时也可以证悟这个可以这个由化身和报身来度化众生能够度化众生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修大乘佛教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福慧双运福慧双运，双运就是这个分不开既要修福资粮也要这个修慧资粮这叫做这个福慧双运。现在我们的这个福慧双运就是未来让我们获得法身和报身和化身这样子的。所以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这个，不但是还没有证悟空心，而且我们还没有一个对空心的一个正确的这个了解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是有些人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的
持戒、修心、忍辱，跟这个空心甚至是矛盾的为什么呢？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没有佛没有法，没有众生，没有我，没有你，没有谁都不存在的那么既然都是空的都不存在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修心度什么众生？众生都不存在了众生都是空的，都不存在。那么我们去度什么众生呢？如果佛也不存在的话，那我们成什么佛呢？佛不就是不存在了吗？那么我们成什么佛呢？如果佛法都不存在了，那我们学什么呢？我们不是要学法吗？通过佛法，通过修心，不就要成佛吗？那么现在有说佛也不存在了，法也不存在，那我们到底要干嘛？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两个是矛盾的这两个是矛盾的，这个是很正常初学者很正常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所以佛就是不允许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空心这不允许的为什么不能讲空心呢？因为这么多的这个矛盾的东西还没有解决之前大家不能给大家讲空心，讲了以后呢就是因为这些很多的矛盾困扰然后不能解决的时候呢，然后很多人很痛苦，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疑问最后解决不了的时候呢，没办法前进没办法进步所以这空心是不能随便讲的就像密法密宗，为什么叫密呢这个是要保密的，不能公开的为什么不能公开呢？就是因为这里面的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空心和这个本来佛本来佛的意思，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是佛，他会告诉我们现在就是佛，这个就我们更不容易理解了我们既然现在就是佛，那我们为什么还学佛呢？我们不就是已经是佛了吗？已经是佛了，那我们还要学什么呢？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佛那么我们现在非常的清楚，我们是有贪嗔痴等这些所有的烦恼，我们都有然后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去杀盗淫妄这些罪业，我们也去做难道佛也有这个贪嗔痴烦恼吗？如果佛也有这个贪嗔痴烦恼，那我们成佛有什么用呢？没有用那不就跟我们一样如果佛也去这个杀盗淫妄造罪的话，那么佛不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因果不虚吗？那么佛既然造罪了，那佛也得要承受这个因果的果报那么是不是佛也要下地狱呢？等等很多的问题都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比较好的文字学习的话，这很多问题似乎就是看起来都是矛盾的那么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安心的这个学习修心因为这个密法或者是这个大乘佛教的空心，它这个理论的体系当中自相矛盾了自相矛盾了以后呢，那我们怎么样学？到底是有佛还是没有佛到底我们是佛还是不是佛这问题解决不了了，就困扰大家没办法这个学佛，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讲的不能讲的。然后让我们先去学因果不虚轮回的痛苦等等这些最基础的东西然后我们自己去修，慢慢的逐渐的我们的这个根基，或者是所谓的根基，也就是我们的成熟的能力我们对佛的这种信任对佛法的这种渴望这一切都有所提高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对这些我们
刚才讲的这些矛盾的东西能够圆融的这种能力有所提高的时候呢，然后给我们讲这个空心给我们讲了空心，那就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们讲了空心，我们自己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时候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密宗也就是保密不公开，是当我们的根基没有成熟的时候是不能讲的然后呢除了密宗以外呢空心也是这样子，这个空也是不能随便讲的这个虽然它不一定空心呢，它不一定是密法密法也讲空心宪宗它也讲空心，这都在讲空心，但是呢宪宗里面的这个空心呢也要保密的不能随便讲的，所以这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呢不能讲的但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就应该是稍稍知道这个空心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以后比如说烧香的时候拜佛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念经磕头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佛有执着我们以为佛是真实不虚的真实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当作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自己也就是当作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我自己也是真实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实在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心的这个善或者是造的这个罪造的罪和造这个善也是这个实在的实有的不空的这样子以后呢，然后这些善这些善它本来是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它本来是让我们获得解脱的一个这样子的因素，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获得解脱呢也不是唯一它就可以也不是仅仅是它就让我们解脱它虽然是这个使我们解脱让我们走向解脱的一个法，但是呢真正的要解脱的话呢，那还要其他的条件需要其他的条件，有好几个条件合在一起以后呢，然后通过他们的这个总的力量然后才能够解脱这解脱呢并不是一个出离心就让我们能够解脱，也不是一个菩提心就能够解脱。出离心和菩提心是可以让我们获得解脱，但是这个也有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只要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有真悟空心这样子才能够解脱的这样子的。所以最后还是需要一个这个空心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么想佛教讲的这个空心它不是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佛它不会否定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佛都不会否定的，这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的话呢，它怎么是空心呢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存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都在这个世界还有这个我们人类还有这么多的众生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的存在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都是存在的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的呢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他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人类这个动物生命那么这些是存在的，但是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的呢
那就有两种可能啊，这个形式就有两种形式。那两种形式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一个真实不虚的啊，一个真实的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啊，这是一种存在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一直都认为是这种形式存在的。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以为啊，或者是我们确定啊，他们是以正实不虚啊，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形式存在的，这是我们的想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反复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的这种大家统一的观点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种虚拟的方式存在啊，虚拟的世界啊，这是一个虚拟的这个形式存在。它也是一种存在，但是呢，它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形式，它是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个形式是什么呢？就是虚拟世界啊，一个虚拟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另外一个就是虚拟的世界，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世界啊。那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呢，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这身边的一切啊，都不是虚拟的啊，都不是虚拟的，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它是以真实的这个形式存在的。这个是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眼睛耳朵等等，就是这个五种感官告诉我们这周边的都是存在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声音是佛的智慧佛呢告诉我们这个周围的一切都是它的存在的形式都是虚拟的虚拟的如幻如梦，就像《金刚经》的最后的几句话一样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梦泡影这样子的东西，这是佛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的感官就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真实的，然后佛就告诉我们这是虚拟的。然后正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从来没有学佛的人呢，他就是活在一个生活在一种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实际上真实不真实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但是呢至少在从他自己的感受感觉来说，他就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然后呢，佛菩萨证悟的人那么他们呢就是生活在一种虚拟的这个世界当中，因为他的世界他们已经证悟了这个是虚拟的，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这东西已经不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呢还是存在的那不是真实的还是存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虚拟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刚学佛的人，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空心的这种概念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体会的人呢这种人呢就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中间就活在这个中间有些时候呢就认为这一切都是虚拟的假的梦幻泡影。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坐的时候大坐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去思考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呢感受到了以后呢去体会的时候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宇宙，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是一个我们平时我们感官接触到的这些世界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这是我们大坐的时候
或者是打坐也不一定经常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打坐的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啊，就有这种感觉了啊。然后我们有了这种体会以后呢，这个体会啊，就不叫这个眼耳鼻舌身啊，也不叫意识，这叫做智慧啊，这叫做智慧。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识和慧这两个字啊。识是什么呢？眼识、耳识、鼻识，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睛肉眼的这个结构，然后去感受到外在的光这个叫做这个佛教里面叫做眼识啊，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些东西，这感受然后呢，眼耳鼻舌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思维判断的这个意识也叫做识，唯识唯识中的这个识，然后证悟空性的这个呢叫做什么呢？不叫做识，这个时候呢叫做慧智或者慧，它是智慧。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智慧告诉我们，就这一切都是这个虚幻的但是打坐完了以后呢，我们回到了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呢，然后所有东西又变得非常非常的真实的根本没有什么虚拟的，所有东西都是很真实的东西很真实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回到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佛教徒就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真实虚拟、真实虚拟、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当中穿来穿去但这个还好这个就是我们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对空性有一点点理解的时候，稍微有点体会的时候，才可以在这个两个世界当中穿梭对空性没有理解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不能两个世界当中穿来穿去，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两个世界是矛盾的、不可能的如果是假的、虚拟的，那么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怎么可能是这个虚拟的呢？这两个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永远都是矛盾的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要给大家讲空性，不能讲空性然后稍稍能够理解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给大家进一步的讲。但是进一步讲的时候呢，也就是空性它也有很多的层次首先讲最简单的空性最简单的空性，然后呢慢慢的逐步的就讲最后的这个真实情况就是世界的真正的面目就是这样子，这叫做这个空性那么这两个世界我们刚刚讲的佛陀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虚拟的，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然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的这个观点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到底是我自己的感官告诉我的这个是真实呢或者是佛或者是逻辑告诉我们的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开始有这样子的怀疑这个是非常好的就像《般若波罗蜜多经》佛经和这个中观400论当中讲过了就像我们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就是开始走向另外一条路了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从来都对这个世界的存在从来都不会有什么怀疑，从来都不怀疑这个到底这个桌子是真实不是真实，这个我们永远都不会怀疑，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佛点燃了我们的这个智慧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佛的智慧，佛的这个指导，然后我们自己又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似乎这个桌子是不存在的，然后呢，我们的睁开眼睛一看，似乎这个是存在的啊。然后呢，这个存在和不存在，现在就是一个激烈的斗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底站在谁的立场呢？大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佛的立场啊，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还是我自己的感官的立场啊，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还是很好的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学空心呢，没有学空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永远都站在我自己的感官的立场，从来都不会怀疑这个世界存不存在啊，永远都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烧香拜佛念经磕头当义工，什么善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啊，念咒念了几个亿的佛号，然后呢，这个放生布施这个还有就是医院学校等等，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善事，很多的善事，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善事都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当作是真实的，所以虽然是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是很扎实的，但是呢，唯一这个关没有过这个关，所以呢还是不能解脱了还是不能解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解脱，那这是，然后呢，慢慢的就我们逐渐的，最后我们这个智慧的力量就逐渐的增长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执着呢慢慢的就减少。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高度的怀疑我们的感官高度的怀疑这个感官的结论最后站在这个佛的立场，就彻底的推翻了我们感官告诉我们的这种结论。这个时候真正的证悟空性了真正的证悟空性。然后当我们还不了解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彻底的站在我自己的感官的角度然后去否定佛讲的空性我们一定会说，怎么可能是空性呢？不可能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这么完美的，这么真实的一个东西怎么可能这个不存在呢？很多人觉得，如果说这个桌子不存在，那这个明明不就是撒谎吗？很多人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感官的这个立场去否定佛的智慧否定智慧。这个有一个过程会慢慢的会接受的接受以后呢，开始怀疑我们感官的这个结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中观如这个中观400论里面讲这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走上解脱道了从此以后呢，我们的轮回的这个循环的这个因果的关系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严重的破坏。所以呢，这个从此以后虽然还没有证悟空性，但是呢，从此以后在这个轮回当中不会流转太长的时间，不会太长的时间。还有就是般若摄诵般若摄诵就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一个这个空性比如说像心经，它还不是佛亲口讲的是观世音菩萨讲的就是舍利子向观世音菩萨请教这个问题，然后呢，观世音菩萨回答这个舍利子的问题，就以一种问答的形式把佛的这些空性讲得很清楚但是实际上是观世音菩萨他讲的，但是这个是佛陀的加持由于佛陀的加持
让观世音菩萨降。实际上这个跟佛陀降是无论是它的深度光度啊，或者它的加持各方面是跟佛亲口说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它不是佛亲口说的。但是这个般若摄颂它是佛亲口讲的。那么般若摄颂里面就讲就讲什么呢？它有一个比喻它是说就比如说过去的这些很多过去的这些商人释迦牟尼佛或者在这个之前的很多的商人，他们到海洋里面去取宝就是在一些岛上面呢取宝，然后呢这些珠宝带回来就到印度到其他地方去做生意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河流，他们的这个船呢，先是通过河流然后呢就往前走，最后就到达这个海洋。这时候呢，就是佛陀说当这些人慢慢的看不到这些山逐渐的这些山都没有了，然后呢都变成这个平地的时候呢，就开始比较接近大海了比较接近大海了。但是这个当然不是所有的大海都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大海旁边都是很高的山，也有这样子，但是呢很多地方呢可能是这样子就慢慢的看不到这些海然后都变成看不见这些很高的山慢慢的变成了这个平原的时候呢，这就是说明离大海比较近比较近同样的，我们听到还没有证悟，但是呢我们听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已经通过就是很长很长的漫长的路，已经来到了看不到很多很多大山，已经开始平原的这个地方，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然后很快就会到达这个海洋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证悟空性，但是呢我们听到这个空性，这就是充分的可以说明我们很快就要解脱了很快就要这个证悟了这个轮回再不会很长时间，再不会持续太长太长的时间佛说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在原始森林当中有些人迷路了就在原始森林当中走来走去，走了很多天一直都这个走不出去然后走了很多天以后呢，终于就看到了一些牧童放牧的小孩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说明他离这个森林的边缘已经不是很远了已经是很近了。那因为这些放牧的他不会到森林的最深处去放牧，他就在这个边缘上放牧的就在这个森林的边缘上放牧，所以这个就是充分的说明你很快就要从这个原始森林当中出去了这个边缘已经离得很近很近了。同样的，当我们听到空性的时候呢，虽然没有证悟但是呢仅仅是听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已经这个离这个轮回的边缘不是很远了，已经是很近了已经是很近了。实际上就是佛预言我们大家很快就要解脱了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原始森林的最深处的时候呢连这个放牧的牧童都看不见的都看不见，没办法看到的那么当我们在这个轮回的深处还有成千上万年都不会解脱的时候呢，我们连空性听都听不到的就更何况证悟听都听不到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空性这无论是证悟不证悟都没关系，只要听到空性也是已经离这个解脱不是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怀疑
到底是不是空性呢？这样子稍稍有一点点怀疑的话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怀疑的心态，但是怀疑什么呢？一方面是怀疑空性，它到底是不是真实啊？这怀疑呢，已经是一个好的这个倾向，因为他开始接受了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根本就不会怀疑的，一开始就会否定它的啊。现在怀疑呢比否定还好得多啊。到底是不是这个空性呢？是这样子怀疑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怀疑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的结论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永远都不会怀疑的。如果有人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虚拟的虚幻的，那么从来都不会怀疑，就我们一下子就去这个否定，一下子就会否定的。但是现在不这样子否定，到底我看是看到了，但是呢，到底这个是不是空性啊？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呀？佛说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呀？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怀疑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是开始接受了这就是开始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兆非常好的一个前兆，我们开始走向解脱了，我们很快就要解脱了，就是这样子的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悟，这个根本没关系的这个就是有过程，有一个过程，至少有怀疑也是非常好的听到也是很好的这是佛说的呀，不是我们说的，这是佛说的。这是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学习空性，特别的重要那我们不是经常讲什么出离心菩提心，经常不是讲出离心菩提心吗？是呀，我们要证悟空性，必须要的证悟空性的条件前提的条件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跟菩提心，就是它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我们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虚拟的这个庞大的虚拟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一点，没有办法脱离，没有办法出去。如果我们在这个虚拟世界，这个庞大的虚拟世界当中要出去，就是摆脱这个状况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巨大的力量才能够出去。那么这个巨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当然是空性，但证悟空性的智慧。但是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就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福慧二资粮福慧二资粮。福慧二资粮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前行从藏传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个福慧二资粮的这种修炼的这种方式，它做得非常的规范有序私家这个外加行、内加行、特殊的加行，然后呢，外加行呢就人生难得、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一个的这个思维的方式、修行的方式讲得非常的清楚。除非是我们自己不投入、不用功否则的话，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已经讲的是非常清楚了。然后这个外面这个外四加行完了以后呢，内五加行然后呢，一个修法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一点都这个修行的这个一点都不模糊，然后讲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就这样子，所以非常的容易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修行，这样子的这个前提的条件，最后我们会到达这个境界的然后这个两个世界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两种世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只能这么讲就简单的说呢，我们就是说佛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存在，这个心识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的方式我们要去考虑，就只能这么说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这个睡梦中看见的一切我们现在
也只能说这些都是存在的啊。这做梦是实实在在的呀，我的确做了梦，这个没有人说你没有做过梦啊。做梦是事实啊，做梦是事实啊。那么做梦是事实的话，那么梦中我们所见的一切，至少在梦里啊，这都是事实，这都是实实在在啊，都是真实的。梦里面的这都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站在这个梦的立场，或者是站在这个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梦它永远都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为什么真实呢？因为我们做梦的时候呢就是遇到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恐怖的事情等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感受痛苦不同幸福呀、开心恐慌所有的这些感受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的区别在梦里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所以从梦的角度讲，站在梦的角度讲只能说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平时人们都说梦是幻觉现实生活才是真实的。那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就是站在现实生活的立场，或者是从梦里面醒过来了以后的这个状态的，从站在这个角度去分析梦存不存在根本就没有站在这个梦自己的角度去分析。然后就是我们站在这个现在属性的这个状态去分析这样子当然梦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去否定它是不存在那么这个逻辑我们大家都已经接受了我们大家都接受了，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从来都没有学过没有学过哲学的从来都没有学过佛学的，大家都接受了，这个都接受了这个理论接受了，那就我们这个理论再延伸到另外一个推理的方式，从这个里面呢延伸出另外一个推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推理的方式呢如果我们站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角度立场去分析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存不存在，那这个就肯定是存在的就像连梦都存在的连梦里面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梦他自己的角度去分析都存在连梦都存在的话，那现实生活当然会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呢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这个推理连梦都告诉我们它是存在的，它是真实的难道我们认为梦也是真实的吗？这个我们不会承认我们认为它不是存在的不存在的。那么从梦的角度去分析的时候呢，梦它会告诉我们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如果我们站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角度去否定了它的这个真实性那这个我们已经这种方法这种推理的方式否定的方式我们已经接受了如果这个接受的话那就好了那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也就是感官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它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存在它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为什么呢？梦也是这样子梦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承认它是存在的呀所以呢这种推理的方式延伸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然后完全是一样，那现实生活他自己的角度去看它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不能说明问题梦也是这样子但是我醒过来了以后它不存在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但是它存不存在我现在也开始高度怀疑了如果有一天我从现实生活当中像从梦里面醒过来一样，我如果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恍然大悟，我如果有一天醒过来的话，
那我这个一切东西也就会消失的呀，这有可能啊，这非常有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开始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以前我们没有考虑啊，理所当然的接受这些都是真实的东西，从来没有怀疑过啊。如果我们有人身边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同事怀疑这个世界真存不存在，那我们一定会说两个字啊，一个是什么呢？迷信啊，另外一个是什么？神经病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会啊，就贴一个这样子的标签啊，一个就是迷信，或者是再加2个字就是封建迷信啊，或者是神经病啊，就是贴一个这样子的标签。但是这种封建迷信也好，迷信也好，这种迷信和这个神经病啊，实际上我已经承认了这个的合理化了啊，合理化啊。为什么时候我承认了呢？这不就是蒙里面啊的这个，我们推翻这个蒙的真实性的时候，这种推理的思维的模式，不就我们接受了吗？啊，如果你认为现在是这个人是神经病的话，那么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去这个怀疑蒙的存在，那也是神经病啊？为什么不是呢？也是迷信啊？为什么不是呢？这完全是一个道理。但是因为我们人呐，很自以为是，我们认为这个没有比我们的感官还更真实的东西啊，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更权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说啊，我感官看到的这个永远都不会有啊，不会有假的啊，他一定会啊，我们一定会这么认为。但是呢啊，我们的感官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啊？这个我们回头一观察，然后呢，所有的问题啊，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叫做恍然大悟啊！这叫做恍然大悟，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首先，我们要接受一个这样子的逻辑。我先告诉大家啊，这个世界的真实和不真实啊，我们以什么东西来这个判断它是真实和不真实呢？大家知道吗？很简单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尺寸啊，没有任何的标准啊，它的真实和不真实，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呢？唯一的标准是我的感官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的变化，而这个标准也会变化的啊。这个虚拟的东西的虚假的、虚拟的、虚幻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有些时候会高，有些时候会低，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变化而变啊。然后什么叫做真实的东西呢？它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是标准啊？今天让我们下一个定义，你认为什么是真实的东西啊？然后呢，我们就每一个人都就想自己想的事情来定义下一种定义，自认为这个是标准。但是呢，这个标准是根本没有一个告诉大家，根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这个绝对的这种标准，没有的，没有这种标准啊。为什么没有这个绝对的标准呢？这个外在的所有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世界的虚假和真实这个是以我们的感官的灵敏度来确定，来这个确定来这个给它下定义，就是说它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肉眼它的灵敏度再高一点比如说它可以达到电子显微镜这样子的这个高度，它的灵敏度可以达到这个的话，那么一定会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认为是真实的很多东西一下子就会变得虚假变得虚幻，立即就变成虚幻了这一点是一定要相信的。所以我们这空性是非常容易理解，这很容易。现在我们我经常也在讲，非常的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佛教它本来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
这样子的理论的体系，在这个上面呢科技科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方法。这两个一结合了以后呢，然后空性就非常容易告诉大家，一下子就大家明白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假的东西，我们肯定会说这种金属外边是这个布，里面是纸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印刷品然后它会给我们起到作用，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一定会这么说。但是它的真实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给我们带来这种感觉，真实的感觉呢？当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的这种感官是它的灵敏度是现在的这种，就是现在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它才是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物体是一个物质，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们全人类的地球上的70亿人口的这个眼睛的结构就有不是现在的这种结构比如说再灵敏度再高一点的话，那这个是一下子就变成虚幻的东西了。虚幻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感官是现在的这种水平的时候呢，它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的这个眼光的这个感官的水平再高一点的话，那就它会下降大家要知道这个理论，我们的感官的水平越高然后呢我们的周边都变得越虚幻，懂这个理论吗？我们的感官的这个水平越高，不管是眼耳鼻舌身都是一样，它的水平越高我们周围都越变成虚幻的越是发现这里没有真实的东西了。然后我们的感官的水平越低，然后我们的真实的周边的东西都越变成真实的东西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不真实的，我们大家都公认是虚幻的东西虚幻的东西，如果我的感官的水平再降低一点的话，它立马就变成了真实的东西了真实的东西。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电影放电影的时候，这个胶片上我们目前人的这种视觉，从这个视觉的这个辨别的这个能力来讲每1秒钟就是这个图这个胶片上的这个图片24张图片1秒钟就是就这个速度可以1秒钟可以经过从镜头的背后经过24张这个图的话，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个人的运动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运动。如果我们的我们的眼睛的灵敏度降低的话，那就不需要2410个5个就够了如果再高一点如果我们的眼睛的灵敏度再高一点，那24个不够，可能需要30个50张图才能够才能够一个这个连接在一起。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一个人的就是动作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24张这个图片我们现在的肉眼看人的这个动作是很正常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样。如果我们的眼睛灵敏度再高一点的话，那24张这个每秒钟24张，那它是一条一条，比如说一个人的手从这个地方往上那它不会这样子的，一条一条这样子，它就变成不真实的东西了然后呢，它不给我们带来真实感不给我们带来真实感。这是为什么恰好是24张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在决定呢，这个不是上帝这个创造，也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我们的感官就是适合每秒钟25张图的这个速度正好给我们带来一个真实感，就是虚幻呢，幻觉就出来了虚幻这个给我们制造一个虚幻的东西出来了，但是这个虚幻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的眼里就是真实的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24张每秒钟的这个24张这个图的这个光打到这个荧幕上的时候，24张图的这个投影荧幕上的当然是有24种不同的图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时候，以我们的肉眼看呢这前后都是连贯性的东西连贯的东西，这是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人的动作是一样的，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肉眼来决定同样的这个桌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实在的东西呢？也是我们的肉眼来决定肉眼决定。我们的肉眼如果灵敏度再高一点的话那它看得更清楚了，然后这个桌子呢会消失的，没有桌子了没有桌子消失的，会消失的。如果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灵敏度它达不到现在这样子，水平再低一点的话呢，那么比如说我们平时讲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没有光的地方就是电一直响然后就是一般的这样子的速度来转的时候，这个不需要太快的速度转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视觉当中呢会产生一种这个光的圆圈光的圆圈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一种幻觉，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圆心的东西没有一个圆心的东西但是这个速度这个跟速度有关系速度稍微快一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视觉当中就是一个环形的然后速度再慢一点慢慢的那么它就是不能成为一个环形的然后它是一点它是一点火花或者是这个一点光它不能连贯性的，它不能变成连贯，但是这个速度就是把它变成连贯性的然后这种速度以这种速度来转动，这个我们周围的所有的物质都是在转动，都在运动然后正好是这个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视觉上的幻觉视觉上的幻觉。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幻觉这个我们难以置信两个人懂这个道理两个人懂，一个是2500多年前学释迦牟尼佛的哲学的人早就已经懂了从2500年前到现在都懂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物理学家他懂他懂，除了这两个以外，几乎没有人真正懂这个还没有人懂。然后这个很难以置信很不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像我们明明看见这个物质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真实的呢？这叫做真实但是这些真实的东西呢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视觉造成的东西，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这个很难以置信。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立即就可以打破我们的幻觉，非常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声音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人说声音是不存在的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声音不存在，那我们听的音乐、人说的话，这些是什么呢？那我们肯定会这么说。几百年前就是这个西方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个激烈的这个辩论当中这个
唯心主义的这个贝克莱，他就是提出一个除了感知以外没有世界这是他提出来的。然后呢，唯物论者呢就是驳斥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他们说既然除了感知以外没有别的世界，那么有一个原始森林当中没有任何人看的时候呢，有一棵很高很大的树倒下去的话，那这个有没有声音呢？按贝克莱的这个观点来讲，这个应该是没有声音的那么我们怎么会说呢？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你回答。你觉得呢？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呢？在一个原始森林当中周围没有任何人，然后一棵很古老的一个古树倒塌了那有没有声音呢？我觉得应该是决定于有没有人在观察，有没有人在听。如果没有人呢？如果没有人的话，理论上是没有。理论上是没有的，是吧？理论上是没有的。好，那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听的时候，一棵树倒下去了呢，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呢？应该有看法跟他一样。跟他的看法一样是吧？没有声音了是吧？没有人在观察，所以声音的话，就是应该也没有一个使人观察。好。然后我们的两个人就是提了问题以后呢，两个人都说应该是没有，但是不是很确定的，他就说一个那么你们绝大多数的人呢在笑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觉得不接受这个，怎么可能没有声音呢？就这个意思大多数的人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不知道最后就是有还是没有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这个科技。所以唯物论者呢，他以为就给贝克莱就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就是一个非常不好解决的难题然后一下子把他驳倒了我们的常识是什么呢大家你们刚才笑出来，这个声音也听得出来，你们都觉得不可能虽然有人听也没有人听也好，声音就在那里，肯定是有的因为有人听的话听得见，没有人听的话是没有听得见，这是你自己没有听见，声音是有的大家是这样子认为的，是吧？绝大多数是这样子吧？对，就是。但是那个时候呢唯物论和这个唯心，他们两个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有了。怎么说的呢？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为什么说没有声音呢就像我们刚才很多人觉得这个应该有声音的因为有声音，所以你去听就可以听得见，没有人听呢的声音是有的，但是没有人听得见而已很多人是这么认为，但是这个不对的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呢？你们说。不知道，你说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没有一个观察的对象。等一下你们等一下因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一个观察的对象。为什么没有观察对象？那么高一棵树倒下去了，为什么没有观察的对象？有应该说，如果没有一个有高度觉知的这么一个存在在观察的话，这个存在可能是人嘛，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去观察它，没有一个高度觉知的这么一个生命去观察它的话，然后它倒下去的时候，就是它没有产生一种对应，我感觉好，有感和有好，你们两个的第一个回答是对了，但是呢，后面的理论就是有点模糊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呢？这个就是说这样子，声音，什么叫做声音我们认为外面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声音，其实外面没有东西的
没有东西啊。比如说，在一个原始森林当中，没有人的地方，一棵古树倒塌的时候呢，有什么呢？啊，在这个空气当中就有压力波啊，空气当中有压力波，那这是一种压力波啊。声音呢，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啊，没有在这个压力波是不是声音？不是声音啊，这个压力波啊。是这个树倒下去的时候呢，它就是产生了在空气当中啊，因为它就产生了一种这个波啊，这叫压力波啊，它这空气的这个挤压了以后呢，它就产生了一个，然后它的这个频率啊，然后就是在空气当中传播过来了以后呢，跟我们的耳朵里面的耳膜的这个接触是一样的啊，它的高我们这边也高，它的低我们这边也低。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东西了。什么叫做声音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啊。但是这个震动了以后呢，让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啊。我们取名字叫做声音啊，就叫做声音。但我们一直都认为声音当然有就是一个大型的这个音乐会，那各种各样的这个乐器发出来的这个声音我们都听得见了，怎么可能？这不就是这个声音吗？我们都会这么认为啊。但是呢，每一个这些乐器它的震动就是放出一个不同的这个压力波，然后所有的这些压力波都通过这个空气的这个载体，然后就进入了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耳朵，然后呢里面就是把这个震动了耳膜的细胞以后呢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跟它的这个震动的频率一样的东西然后所谓的声音呢，它不是外面没有这个吉他钢琴上面是没有声音的，只有一个压力波那我们大家会说，这压力波不就是声音吗？压力波不是声音不是声音，声音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但科学家只能这么说，实际上也不在大脑里面，科学家也不知道他的解释是什么呢？这方面他解释的非常的透彻这空气的传播，然后震动了我们的耳膜的这细胞然后他就说，这个每一个细胞就是放出各种各样的电子然后这个电子就是通过神经脉冲进入了大脑，然后他的话是非常模糊的，大脑就是把这个非常复杂的数据非常复杂的处理了以后呢非常复杂的处理了以后呢，然后就产生了意识这个中间科学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到底怎么样这个意识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它什么叫做复杂的处理了呢这个脑神经科学家他非常坦白的说了，他们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的反正处理了但是佛教就不这么认为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呢佛教就是说，就震动了这个耳膜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不是这个大脑里面呢通过神经，大脑这都不是，大脑当然是一个工具。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感受这个这个时候立即这个震动的时候呢，有一种声音，我们认为是声音，这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是一种感受了一种感受所以它跟这个它发出来的什么电子脉冲这些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都是一种物质上的一种反应而已。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好听的音乐不好听的音乐这都是一种感受。这个今天没有人说这个不是感受，就一种感受，这个叫做耳识耳朵的识别的一个功能实际上这个耳识跟我们的意识是一体的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有通过眼睛，通过耳朵，通过身体，通过舌头就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这个
有这个不同的条件，有不同的功能，实际上都是意识，一种感受。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吧？声音我们一直都认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从来不相信声音不存在啊。如果我们的同学说声音不存在，那我一定会说你这个是。如果他说佛经里面讲，圣经里面不会这么讲啊。但是假使如果说圣经里面讲什么什么，佛教里面讲什么什么，声音不存在，那他同学一定会说迷信啊。如果是他自己，如果他的同学说，哎，我自己就是思考了一下，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声音是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的声音是不存在，他立即就会说神经病啊。音乐会声音不存，那你听什么的？卖票干什么的？但是卖票我们就是买我自己的幻觉呀，我自己的幻觉呀，就是因为我买票，然后我进到这个晚会啊，然后音乐会，然后呢，因为他只是给我提供什么呢？提供压力波给我提供压力波然后声音是我自己的不相信。那如果我没有耳朵我的耳朵呀受伤害了，聋了，那有这个我能听得见吗？我卖票了也听不见的。实际上他只是给我一个空气的这个压力波而已，实际上听到的都是我自己的感受就这样子很简单。这时候呢，我们真正的开始怀疑我自己了。那难道我看到的是不是也这样子？是看到的也是这样子看到的怎么是这样子呢？很简单这个就更简单了。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红黄绿蓝等等等等的颜色然后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这些是存在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这都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花更多的钱去买我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的这种衣服然后呢，我们对这个颜色很执着的我们对皮肤的人种，比如说黑人，他认为这个黑色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呢，白人，我们都是黄种人，他认为他的皮肤很好看。所以如果他稍微有一点点不符合大众的皮肤的时候呢，然后就很痛苦呀，或者是想一切办法去修理呀，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什么呢？这都是我们颜色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烦恼。所以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不认为这个颜色是不存在的，都是存在。如果我的身边有人告诉我你这个衣服的颜色是不存在的，那我一定告诉他是神经病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不能说科学家神经病吧科学家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个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是什么呢在通常就是光任何一个光从光源打到这个物体，然后在这个物体上光的折射然后就进入了我的视网膜然后呢，在这个视网膜当中呢就产生了就是有刚才这一样的电子脉冲进入了通过神经进入了大脑复杂的处理然后就是复杂的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复杂东西都出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颜色出来了这种东西就只能用复杂的东西复杂的处理这些数据复杂的这个处理只能这么说到底这个中间怎么处理的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它的真实的一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面真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物理它真的在这个物质方面是有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巨大的成就巨大的成就。然后他就是发现这光它就是像波一样的就是像这个波，它是一种波然后呢
这光的波它实际上就是电磁波和这个光的波实际性质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它自己是没有颜色的，它没有任何的颜色，它没有颜色，那我们怎么能看得出来颜色呢？因为它的这个光除了极光以外的所有的光的这个光波啊，它是又短又长，波长不一样的然后这些波啊进入了这个又长又短又长又短的这些波进入了我们视网膜的时候呢，然后通过我们的视网膜，然后就在大脑里面呢就产生了红啊黄啊，就7种颜色再高的和这个再低的那就是再低的就是红外线等等再高的就是伽马视线等等，我们看不见的然后这中间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呢，正好给我们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幻觉，这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颜色物质上是没有颜色的实际上就是说物体上面是没有，这个物质世界是没有颜色的这个是不好理解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了，但是呢，慢慢的就不能不理解了不能不理解。如果是某一个宗教的观点，那很简单了，我们就说迷信就完了，2个字就解决了但是科学我们不能这么说呀然后我自己只能说我迷信了这个颜色了现在我知道这个是迷信，我很着迷，比如说红黄颜色我很着迷，这个就是迷信就只能这样子实际上颜色不存在了颜色不存在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真的是不存在的，物质世界没有颜色的那么颜色是我自己的大脑里面的东西，实际上也不叫大脑里面，再说正确一点的话，我自己的颜色的一种感受再说正确一点的话，颜色的这种一个通过我的视网膜感受到的这个世界，这种感受叫做从佛教的这叫做眼识然后这就是一种眼识感受实际上红黄白7种颜色是我自己的感受，这物质世界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没有颜色呢？那我们为什么就是有些颜色好一点的，就是要多给钱呢？那我们去卖什么东西呢？颜色都没有了，我们为什么多给钱？那就是卖这些光的这个波你如果喜欢红色的呢，那就是卖那个波长稍微短一点的其他的呢就是长一点的实际上是我自己的这样子以后呢，我可以有这种感受。实际上比如说我拿钱去买这个蜂蜜拿钱去买蜂蜜为什么要拿钱去买蜂蜜呢？我吃了甜甜是不是钱买的呀？甜是我自己的感受甜苦咸是我自己的感受，这个难道还要花钱吗？是我自己。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个外在的东西，我这个感受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还是也得花钱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东西了都是自己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没有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刺激一下我的话，我就没有这些感受了，所以要给钱所以要给钱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开始怀疑，那么外在到底有没有一个东西来刺激我呀？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怀疑这个问题永远都没办法解决了。这个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争论。佛教里面唯识宗和这个小乘的这个一切有部和净部他们的这个辩论，最后真正的这个能够这个很正确的解释这个世界的是谁呢？中观他就讲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你不要去争论这个是唯心唯物，不要这样子，不要去争论这就是一种幻觉完了一句话就解决幻觉。难道幻觉还有什么物质和精神有这样子的分别吗？如果有的话，那这个不叫幻觉所以这都是没有用的争论所以佛教的这些理论都是真的是超越这一切了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这几句话是我们不能不接受了啊，因为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高科技的结论，我们只能接受了。还有很多科学的这个新发现的东西啊，是我们真的是难以置信的。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像我这样子学过佛教的很多理论的东西的人啊，虽然修行不怎么样，但是理论学过很多人很多东西的，一下子就接受，不但是接受，而且非常的高兴哦，这个才是真理，一下子就接受啊。但是我想换一个其他人的话不容易呀。科学家怎么说的呢？他发现的这些东西啊，如果你到公园里面去，在这个公园的长椅上面呢，躺一休息一下，然后旁边的那个人就是口里面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慢慢的起来，小心翼翼的溜走。为什么？神经病啊！这是这样子啊。那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实际上这都是幻觉、错觉啊。但是佛告诉我们，我们不相信啊，我们觉得这个迷信啊。但是科学家就跟着佛，就更完整、更正确的就说明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乖乖的接受了，只能接受啊。那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是说我们的这个幻觉啊，我们看到了，不是真实的。我们没有看到了，也不是不真实的啊，这个是真理。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你如果希望有这个存在这个世界的话，那你根本就不要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越思考越麻烦，最后就是这个世界啊，在你的思考下，这个世界会瓦解、会崩溃的啊。所以不要思考，不思考的时候都存在的啊。都存在，现实生活就这么真实的东西，都存。就像我们，如果你希望这梦里面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那你就不要醒过来，继续做梦就好了，不要去想啊。那么永远都它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啊。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希望有这个世界真实的，那不要去学中观啊，不要去学，也科学也不要学，就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们前几天讲的这种人天成啊，你就好好的享受你自己的福报，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做这些坏事，然后呢尽量的做善事啊，然后你也很开心的，这个世界也对你来说永远都是真实的啊就好了啊。如果开始去怀疑就是去怀疑这个世界存不存在啊，你希望找到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但是一定会失望的。这个就在你的思维下，这个它最后就是消失了啊，结果就是这个啊。所以呢，佛教里面讲在我们去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是最好的找到最好的答案，没有答案是最好的答案。佛教讲这个明白吗？佛教就是说，没有答案是最殊胜的答案。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想找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去观察这个世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是答案这是最好的答案正好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呢？因为这种答案就可以解决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贪嗔痴的问题了都可以推翻了。所以正好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没有答案是我们的最终极的答案，这个我们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证悟了这个的时候我们静下来，然后呢，这个感官它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不管它他看到、听到、看到闻到的、尝到的都没关系的让他随意的都没关系。只要心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立即就进入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没有答案的这种境界当中那么这种没有答案的境界呢就是一个非常宁静的非常宁静的、非常清净的、非常光明的。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它用光明这两个字来描述。但是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光明是一定在我们的这个光谱上可以找得到，是这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之上的还是之下的。
都不是这个光不是这个意思。这光是什么呢？进入了这个空性的时候呢，没有善，没有恶啊，然后没有痛苦，也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所有东西在这个当中呢化解了啊，所有东西在这个当中就消失了啊。这个叫做禅宗里面就讲啊，明月当头照，苦乐入禅中啊，痛苦、快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禅定当中就消失了啊，烦恼、不开心、贪嗔痴都在这个当中消失，都不存在。但是出来了以后呢，啊，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和不冲突的有些东西是可以跟它啊，跟它这个结合的。这个是什么呢？跟我自己的执着啊、这个愚昧啊没有关系的。对执着啊，还有这个自私啊，对这些东西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大慈大悲啊这样子的东西呢，跟我们的执着没有关系，跟我们的这个自私没有关系。所以大慈大悲是跟这个禅是可以结合的啊，不冲突。因为然后我们的这个烦恼啊、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开心的东西呢，跟它没有办法结合的啊，没有办法合作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对立的，所以我们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这些烦恼全部就没有了，这叫做证悟啊。证悟了以后呢，这烦恼都不存在了啊，消失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相信啊我们自己的感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条件啊，在有些地方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感官。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当我们除了我自己看到的东西以外，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不怀疑，我不需要找到更深层次的这个真理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永远都是我们的这个感官是权威的，就他说了算啊，他说的是红色就红色，黄色就是黄色啊，就不需要再去怀疑，没有这个必要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活得还轻松一点啊。所以呢，要相信他是权威的。但是如果你想突破这一点，稍稍要去思考一下，然后立即就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啊，它再也不是权威的了啊，它再也不是权威，一下子就它没有任何的这种权威性，一下子我们就知道它原来就是一个骗子啊，就是我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受到他的骗啊。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我以为是真实，然后我理所当然的接受它是真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各种各样的不开心从来没有去观察过它，但是现在一看的时候，就是它是不真实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就这时候我们开始走向解脱了。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智慧跟原来的菩提心结合然后才是真正的非常完美的、非常完整的这个大乘道，不多两边这怎么叫不多两边呢？因为这个智慧它不允许让我们到这个轮回因为我们不执着了，超越了已经。然后因为有了这个菩提心、慈悲心，它不会让我们堕落到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涅槃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慈悲心，所以我自己没有这样子的执着，但是其他人有所以我要去帮助他们比如说我们10个人就睡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大家都做同样的一个噩梦这个噩梦里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恐惧，非常的痛苦，然后大家都在挣扎这个梦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先醒过来了然后这个人也就假使他有神通，他就知道这个人这些都在做梦，跟我一样的那么我现在呢
已经醒过来了，我已经没有这些恐慌，已经没有这些恐惧，我都没有了。我现在已经很安全我已经是很这个开心没有这些但是呢，因为他们还在做梦他们还在做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一定要去想帮助他们，我要让他们醒过来我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都不对的以前呢，我也是这么认为，这个都是很痛苦，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追杀呀、老虎呀、毒蛇呀、猛兽等等等等，我也做过这样子的梦，我也把它当做真实的，我那个时候也是很痛苦的，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原来这都是假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不是这个我们都错了，你们不要继续做梦，赶紧从梦里面醒过来这种方法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先醒过来了，然后醒了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再做这个梦尽快赶紧醒过来，醒过来了以后呢，这些都没有了，不存在了。佛陀告诉我们，请你们相信我就是一个过来人，我有这个经历了，我现在过去你们感受的我也经历过，然后呢，现在呢，我跟有一个与你们不一样的一个境界，然后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其实你们都可以这样子醒过来的话，都是没有的，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快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这叫做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就这么简单，这叫做佛度众生佛度众生就是这样子，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供养释迦牟尼佛，让他多高兴，高兴了以后呢，他来这个把我们就是像扔石头一样，从这个世界就扔到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世界，不是这样子。自己开悟了以后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完美的世界所以呢这个证悟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个需要过程需要过程。这个希望大家努力，但是这个不要过急了以后呢，这个程序是一定要通过的。如果我们把这些程序全部简化，然后就到了最高的地方去，我要赶紧要醒过来，那是没有办法醒的。这个梦已经是很深了。这个要从这个梦里面要醒过来，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到他的耳边去说两句话是醒不过来的必须要在他的耳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声音才能够醒得过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先要首先要破除自己的这个执着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叫做理论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讲这个我们这个3个书生当中这些理论怎么样去用现在就讲这个，因为这个之前呢，我们我今天讲的这个空性呢，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空性，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空性。我想我们今天的可能是很多人就只能接受这一点所以呢，先这样子，然后当你们在这个当中就感觉到一个甜头，尝到甜头的时候呢，然后你们再往前走，里面就有更多的奇妙的东西，非常神奇的东西先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在实际上这个3个书生的这个落实的时候，修行的时候，我们怎么修行呢？有2种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如果我们证悟了的话呢，是一个已经证悟的人的话比如说我们先发菩提心，这个都做完了，然后呢，我想念佛，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念其他的这个本尊的这个咒都可以举个例子都可以。然后呢，我人这个心静下来，就进入了这个空性的状态当中，我眼睛看得见，我耳朵也听得见，然后我也可以发出声音可以念咒可以念咒，但是我没有执着，我心已经是非常非常就像虚空一样就像虚空没有雾霾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形容这个状态的这个蓝天我们看不到，就像草原上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高原上的这个蓝天一样啊，就看上去就是没有雾霾，没有乌云啊，非常非常干净的一个非常透明的干净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心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我可以念咒啊，咒还是可以一样的念的啊，念咒啊，或者是这个时候呢，我的心的它本质啊是这样子的，它没有如不动的，但是呢，它的另外的一面可以显现出慈悲心啊、菩提心啊，这样子以后呢，这叫做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的结合双运啊，既是真悟空性了，然后同样也是心的本心真悟空性，但是它的另外一种现象呢它可以变成了慈悲心啊，它可以变成了慈悲心，这叫做智悲双运啊，智悲双运。但是这个我们只有真悟空性的人，他才有这样子的这个感受啊。我们一般觉得，空性真悟了，怎么可能有菩提心？那这两个不是要矛盾吗？这个不矛盾，我们刚才这个理论上已经说清楚了，现在不能说这样子的话啊，不矛盾了啊。但是这个不矛盾，但是这个真的我们要去感受呢，那就真悟空性以后才能够感受啊。什么时候可以真悟呢？先不急啊，先去修出离心，修外加心，把外加心修完，然后有了出离心，看自己有没有出离心，有，确定，然后就修内加心，皈依发心、金刚萨埵啊，这个曼荼罗，还有这个最后的上师瑜伽，5个加心，一个的修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比如说我们通过修金刚萨埵清净自己的罪业啊，但是这个我们只能尽力的去做，我们没有办法，到底我清净了没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然后呢，通过这个曼荼罗的这个修法呀，增长我们自己的福报，这个我们也只能尽力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的这个福报到底有增长了多少这个我们看不见，只能尽力。但是有一个我们看得见的，是我自己的菩提心菩提心达到了这个标准了没有？有，那就好了，这都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简单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这个修寂止修禅定，修一段时间修个1年2年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去修中观中观就是通过逻辑推翻我们的这些执着我们的这些偏见，这个方法叫做中观先去学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修中观也就修个1年2年那么这些都完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已经是离这个空性的境界已经是很近了也就是说，我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外谦行、内谦行、禅定、中观，这所有的方法，让我们就往前推，最后就是推到了这个正悟的边缘正悟的边缘，也就是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边缘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人，他本身就在这个边缘上所以稍稍一指点，然后立即就恍然大悟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边缘呢，很远呢，但是我们也就通过这种方法逐渐的靠近，然后呢，到了这个边缘的时候，然后再去听大圆满密宗的大圆满稍稍给我们指一下，直人心，立即就证悟了。或者是我们如果找到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禅宗的禅师的话，那这个时候禅师给我们稍稍指点一下，也可以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也可以恍然大悟这个是有过程的，这个是我们都能够做，每个人都有这个希望都有这个希望。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佛不好说理论上就是讲密法就是即生成佛的。如果真的像弥勒日巴这样子的用功的人呢，他可以
这一辈子他完全是可以成佛的，这一点我们一点都不怀疑。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啊，我们大家都很偷懒的啊，所以想达到米拉尔巴这样子的这种用功很难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成佛的这个时间速度也一定会打折的啊。所以今生能不能成佛，这个不好说。但是今生能不能开悟证悟，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只要自己能够努力，今生证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第一个一定要找到真正的这个善知识、上师，正标准的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这样子的上师然后带。最后我自己也不仅是上师带我们，如果上师带了讲了，我自己不用功还是没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一棵树倒下去了，他给我提供了这个压力波，什么都给我提供了，但是我自己的耳坏了就听不见声音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自己不用功的话也是没有用的在用功的情况下一定是能做得到，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生命的意义不要以为大房子、高级轿车，还有这个名牌的衣服、名表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不是，这个不是生命的意义。如果喜欢如果不喜欢，也不需要花太多的这个精力的话，那你们如果想追求也可以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用也可以用，这个并不矛盾的。但是这些都不是，这个我们只能暂时这样子，然后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我们走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走之前他自己也过世的，但是如果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没有过世的话，那也没有，我人过世了有什么用呢？他物质没有过世是没有用的。所以这都不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就是菩提心和证悟的智慧这是最好是这个我们欣赏的时候，比如说磕头的时候呢，我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去磕头念咒的时候呢，我心如不动，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去念经然后呢发菩提心的时候同样也是可以的同样也可以，身体跟这个语言本来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思想精神就像某一个东西，然后身体同时可以操作其他事情，这本来就是可以的在这个修行是更加的可以。然后一个心就是一颗心，既是证悟空心，又是修菩提心，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证悟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这个不矛盾的然后呢，心如不动，就是安住在这个空心的状态当中，同时可以修菩提心这个就是非常高的境界了，这叫做真正的我们三殊胜当中的第二，是这样子但是我想这个我们少数的人以外，多数人呢，因为刚刚学佛的时候是可能比较难但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有自信不要自卑，自信我们一定要相信，如果我能够如果我自己能够用功的话，我一定是可以的，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比较简单的是什么呢？简单的呢，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这个要知道这个是如幻如梦我们也要学三论体空或者是三论清净，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术语。三论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就拿钱去这个救灾救灾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所救的这个灾民难民是一个然后呢我们所拿取的物质是第二然后呢我自己去救灾者我是第三这三个叫做三论这叫做三论。做任何事情，包括我们写个字也是一样，所写的字然后我这个手这样子写字的运动，然后我自己写字的人，这三个叫做三论。
体空是什么呢？体空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是完全是一种幻觉，实际上都不存在的这种叫做体空。但是我们没有证悟之前是没有办法这样子。但是呢，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些理论，以及还有更深入的这个中观里面讲的这些理论当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然后我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刚才我做的这一切在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我是救灾了，这是真实的情况；我是念经了，我是做善事了，这实实在在，这是因果不虚是。但是呢，它实际上这都是一种幻觉，我不能去执着。怎么是幻觉呢？它通过理论去分析然后最后就知道这个是空心这个是幻觉，至少它是一种幻觉。这样子以后呢，把这些东西呢没有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这样子也可以的这是一个相对而言也是一种这个也属于是一种这个空心这是第二。然后第三是最差的情况下最糟糕的情况下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没有证悟空性，第二个呢也不懂这些逻辑。那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呢跟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那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念咒的时候，我念佛的话，那我专心的去念我就一心一意的祈祷阿弥陀佛，在我从发自内心的向阿弥陀佛祈祷，祈请阿弥陀佛我临终的时候来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或者是我们念任何一个本尊像莲花生大师或者其他的都一样念诵的过程当中要专心不要这个走神跑神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身体打坐，嘴巴口头上在念咒，但是呢心里就根本就没有去想这些事情，就已经很早就是离开这个念佛，心在想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呢，还有就是这个家庭的事情呢等等，心不在这个没有在念佛的上面那这种这个心善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他做出来的是真的不是很好的。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3个画家3个画家，其实真正的画家是一个人，他是画家，他有2个徒弟然后3个人画一个壁画然后呢那个老师那个画家呢他就是有点贪玩然后呢他简单的画了一下，然后呢交给他2个徒弟去画然后他自己去玩然后回来一看呢，1-2个小时过去了，他回来一看呢然后这2个徒弟就是画的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3个人当中，虽然这3个都叫做这个画家，但是真正的这个能够画画的呢就只有1个人，其他2个人就刚刚开始学习的这个徒弟，他画的根本就不是画，乱七八糟的同样的我们3个人是什么呢？身口意2个徒弟是身体和口，2个徒弟他本来就不怎么样，他们2个然后呢真正的画家是我们的心心善的时候，真正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心，但是呢他不去做这个事情，他已经去玩去想这个想那个他让我的嘴巴去念咒他让我的身体去磕头，但是呢他自己已经走了早就走了然后他等一下10分钟20分钟回来一看，这个乱七八糟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修行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虽然没有证悟虽然没有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空心都没有，但是没有关系，专心的去做，很认真的去念佛，这也是我们3个书生当中的第2个书生也是属于第2个书生
如果这个都没有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3个书生当中第2个书生就完全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种行善是不具备3个书生的啊，所以没有太大的功德啊，就这样子。好，这个大家记住就好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我再重复一下，再归纳一下，今天我们讲的第2个无愿，这叫做正行无愿啊。无愿就是不执着空心的意思啊。无愿大悲无愿啊。愿是什么呢？愿是我们对某一个事物的这种执着啊。那就是没有这种执着，真无空心，叫做无愿啊。那这个无愿呢啊，我们真心叫无愿殊胜啊。这个分3个，一个就是真正的真无空心，空心的境界当中行善，这个是最高等的啊。中等的呢，当他念咒的时候，修菩提心的时候，他没有证悟到空心，但是呢，修完了以后呢，然后通过逻辑去分析我刚才这个做的一切啊，实际上是虚幻的啊，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的啊，也可以啊，这是第2。然后第3呢，跟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只是我自己念佛的时候很专注的去念啊，很认真的去念。比如说我们念6字大明咒，念唵嘛呢叭咪吽释的话，那就是诚心实意的祈祷这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念啊。如果我们念唵班子的萨埵吽，念这个金刚萨埵的话，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边念边修这个4个对治力啊，认认真真的修4个对治力，不要走神，不要跑神啊，这样子也就是可以算是一种这个它虽然不是无愿，但是呢，它没有太多的杂念所以它也算是一种无愿再下去了以后呢，那就没有了这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的3个书生当中的第2个书生无愿书生就有这么3个等次昨天我们的法心书生呢也有这样子3个层次呀，这也有3个层次我们尽量的争取做到最好的，如果最好的做不到，那就是要争取做到中等的那下等的就不能不做了，这个都不做了，那就我们所做的这些善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了这样子。Sonum de tamja zurbani domni pe jana barje kirga na je walon de ba chebe zole do a do jo om a hom banzer pa ma se le hom om